这都是我的人，你跑不掉的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Cheers。吃吧。真不好意思啊，副总，我呢打小就不爱吃鱼，尤其是海鱼，我海鱼过敏。哇，其实文文啊，也不喜欢吃鱼，甚至啊，都不喜欢击剑。啊？因为我喜欢，所以呢，我从小就让他练，天赋异禀啊。哎，你还记得你对付黄梦的时候用的那一招？被击中的对手会感到一种令人恐惧的眩晕感，不知道你感觉到没有？趁你啊这个意识还在的时候，我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完整。文文其实是我在孤儿院领养的，我非常喜欢他，就是上天给我的天使。纯情我非常珍惜，从小到大我都给他对付，他要什么我给什么，就一个条件，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. 私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14，他还是安国轩的手下，他只是一个小混混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痛恨安国轩吗？那是因为他明明知道我女儿是因为那个小混混而自杀的，他还安排做他的管家，这是对我最大的藐视。看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祁东的把戏？我明明没有吃鱼，我也没有喝酒，难道？对，你把酒吐了有什么用？你要放在这儿。baby。祁东真的是很聪明啊，他选你做文文的替代品，非常的合适。但你知道为什么明明我知道这是一个坑，还往下跳吗？那是因为你可以弥补我最后的遗憾。这都是我的人，你跑不掉的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
悠悠，不难过，爸爸会魔法，可以让它完好如初。真的？嗯。妈妈，快看，爸爸帮我修好了，是不是和新的一样？看来爸爸的手艺还差点火候。你看这个裂缝还这么明显，就因为有这条裂缝，它才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八音盒，它是独属于我的。我记得这个八音盒是送给你作为陪葬的，没想到5年之后你没死，它也还在。这是你修好的吧？不过有些东西啊，破裂了就是破裂了，即便修好，也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。明明复明了还要装瞎，所以到底是谁在自欺欺人？不装瞎，怎么能够欣赏到你精彩的表演呢？游游，明知道我的身份，还让我登堂入室；明知道我和高珊珊联手，还顺水推舟。我怎么觉得在表演的人好像是你呢？那你觉得我知道这一切之后，为什么要救你呢？很简单，如果我死在那儿，警方调查起来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继续。第二个，或许对你而言，我还有利用价值。我总有一种感觉，你的目标远远不是拿下星耀继承人这么简单。所以，我的能力让你觉得暴露给安国轩有些可惜，你舍不得让我死。你作为安国轩的私生子，本就对他心有怨言，你更没有想到，他竟然这么狠。你明明是为他挡毒而下，他却弃你如敝履，转而就扶持高珊珊了。我猜，你想要的不仅仅是星耀，还有让安国轩体会失去一切的绝望。所以，现在的我，有破绽，毁了便是。这样，破绽就永远都不存在了。你猜的没有错，你对我的确还有用，只不过。
悠悠姐，你看这报道上提到的中医馆土特产，祁东应该是利用你得到的信息，顺藤摸瓜查到了福总贪污受贿的证据，立即把福总送进监狱的吧？不过，既然祁东想利用贪污受贿扳倒福总，那为什么还要策划献祭事件啊？先后顺序错了。祁东的首选应该是利用我从符号手中拿下项目，至于把符号拉下马，应该是备选方案。哎呦，这些人怎么都人均800个心眼子，把我都搞糊涂了。看来我空有一颗做柯南的心，却长了一个小五郎的脑袋。没那么复杂。祁东一早就查明了符号和文文的关系，所以他把我打造成第2个文文，想要一举拿下福总。不过后来他发现我和高珊珊暗中合作，就改变了策略，直接把符号给拉下马，这样他就和高珊珊回到同一起跑线了。悠悠姐这么一分析，全都通了。不过有一点我一直都想不通，那天在滨海餐厅，我看到了符号的司机徐鹏在偷录视频。我在想，如果祁东一早就买通了徐鹏，录视频来威胁符号，那他本就有机会直接拿下会展中心的项目，赢下高珊珊，又何必在占尽了优势的情况下把符号送进监狱呢？这个祁东还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之前也是明知道悠悠姐的真实身份，还故意装瞎演这么久。祁东这个人的确比我们想象的更难对付，但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徐鹏躲起来了，我要你赶在祁东前面找到他，只要逼问出真相，让他交出祁东策划献祭事件的证据，就能借此制衡祁东，甚至将他送进监狱。找人这事我擅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还有件东西，帮我快递给高珊珊。高总，福总进去了，符号的新闻都铺天盖地，还需要你再来告诉我一遍吗？肯定是祁东搞的鬼。高总苦心经营那么久，还是被祁东那家伙给搅黄了。哦，对了，祁小姐的快递过来了。祁小姐系个墨镜过来干嘛呀？你说一个瞎子是怎么单枪匹马来到海滨餐厅，以一敌10，再跳海救人的？祁小姐是暗示祁东没瞎。哎，上钩了！看来我得亲手做一顿全鱼宴，恭喜大哥复明了。安董，这个齐格格身份看上去没什么问题，但是留学之前的经历都是空白的。你怎么看？只要存在的，就不可能会被抹掉痕迹，除非……说下去。有些人想故意抹掉过往的痕迹。有些事情吧，想抹是抹不掉的。哎呀，今天有口福啊！珊珊亲自下厨，让我尝尝。还真得到你爸真传了啊！说说吧，费那么大心思，做了一桌子菜，有什么好事要宣布？其实今天做了这一桌家宴，是为了庆祝祁小姐劫后余生。说来听听。福总这个衣冠禽兽，看起来是提携后辈，实则是觊觎祁小姐的美貌，所以带她去海滨餐厅。幸好大哥单枪匹马救了祁小姐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大哥真厉害，
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做这么多事。我特别想知道，大哥是怎么从一众保镖中把福总抓出来的？你俩是派人潜伏在现场的吗？怎么说的，跟你们亲眼瞧见似的。你的眼睛好了。好了。什么时候好的？去海州之前。好。大哥，既然你早就复明了，回来还继续装瞎，难不成你是想时时刻刻提醒爸，你为他挡毒，好利用爸的愧疚之心，顺利成为星耀的接班人？所以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当然有问题啊！这是欺骗，爸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最讨厌欺骗你的人，对吧？爸一向一言九鼎，所以祁东根本没有资格继承星耀。安叔叔，您在黑暗中生活过吗？您知道，被困在无尽的黑暗中，看不到明天的太阳，是怎样的绝望吗？这样的生活。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情，我很满意。爸，你应该好好想想，为什么你解决不了符号？安叔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要的不是承认无能的态度，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作为未来带领星耀更上一层楼的接班人，遇到符号这样的绊脚石，必须清楚。安叔叔，您刚才的一番话让我觉得，您更不应该责备祁东，而是应该嘉奖他。祁东，功过相抵，倒是应该奖赏你呀，祁东，你找了一个很好的贤内助。打开看看。这个图纸是10几年前的，但设计理念十分的超前。祁兰，不愧是当年建筑界的第一女设计师。这个水准放在现在，也是顶尖的水平。没错，如果不是当年的那场意外，祁兰现在应该早已拿遍国内外的建筑设计奖了。哦，
你知道的？当然，我做会展中心的时候，把星耀过往的项目资料都翻看了一遍，包括宁海广场，设计得非常好。这个图纸我一直收藏着，今天把它送给你，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和齐兰当年一样的锐气。光有锐气有什么用？建筑终究不是纸上谈兵，再好的设计，不能呈现出来，终归不过废纸一张。不，这张图纸将会成为宁海市的地标性建筑。我打算重新启动宁海广场项目，你们两个谁拿下会展中心，谁就作为继承人，负责宁海项目的重建。妈妈，我作业都做完了。小滑头，你是想让妈妈陪你出去玩吧？爸爸说宁海广场是妈妈的心血，妈妈放心，我不会打扰你的。这个确实是妈妈的心血，但你才是妈妈的心肝宝贝。你来做什么？刚才的表现很好。安国轩用手稿来试探我，说明他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。之后的行动要更加小心。不只是安国轩，高珊珊今天大摆鸿门宴，应该是提前知道我复明了。你说，她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有时候，最了解你的不一定是队友，还有可能是你的对手。你呢？是敌，是友？我是你的一把刀。都说利器在手，不可假人。你确实是把好刀，要好好的掌握在手心之中。只不过，你的刀尖究竟像谁啊？怎么？你怕了？我提醒你，不要让自己的苦心经营付之东流，否则我不介意现在就去告诉安国轩你的真实身份。你舍不得？从明天开始，搬到我的别墅来，一刻也别离开我的视线。不错，这次只用了30分钟。比不上学长，跑完全程，连汗都不用出。你找我来，不会是为了兴师问罪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光凭装瞎这个污点，根本就搬不倒祁东。我不过就是想给祁东一个下马威而已。不过仔细一想，确实不如学妹顺水推舟，送给她一个人情来的实在。不让她感受到学妹的救火能力，又怎么让她把你留在身边，
引火烧身呢？果然还是学长更深藏不露。如果连这点默契和洞察力都没有，岂不辜负学妹一番好心？更何况这场家宴，让战局更加明朗。安国轩终于把继承人之争搬到台面上来了。言归正传，现如今符号倒台，会展中心项目的新负责人黄忠，我调查过，这个人刚正不阿，公事公办，所以想要拿下项目，就必须得在招标会上拿出点干货来。我打算的是先稳住祁东，在近水楼台拿到星空的投标报价，届时我的人会联系你，你再根据祁东的报价方案出招。学长觉得这个计划满意吗？我现在可以回答学妹之前的问题了。我是坐车来的，自然不会出海。我这个人天生喜欢走捷径，有学妹的帮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悠悠又跑去见高珊珊了，那昨天晚上他慷慨激昂一顿输出，在那演戏呢呗。东哥，我不明白啊，你说你为了悠悠下了那么多功夫，不就是想把他拉拢过来，一致对外吗？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事实真相呢？这人呢，只会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。东哥的意思是，让悠悠自己找到真相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会明白，我才是他最好的选择，他也才会全心全意地跟我合作。小哥哥，我的八音盒不见了，你能帮我找找吗？说不清的话，看不清的事。你把它搞坏了，你得赔我。对不起。你会弹钢琴？这样吧，你教会我弹这首曲子，我就原谅你了。时间冷却，好像在附和。或许你我都放不开拥抱，都想为爱停留。多荒唐，太多难料，悄然的动心毫无解药。谁的付出甘愿忘掉，落的泪无处可逃，多不安，再多不甘，谁最后选择把手松掉，却又想把这份爱转牢。齐小姐，行李这种事儿，我来就行了。嗯。你做什么？齐小姐，您见谅啊。东哥有要求，说在会展中心前的这半个月，不允许齐小姐使用任何电子产品。齐小姐，手机，你放心，东哥吩咐过了，不允许任何人随便翻看齐小姐的私人物品。我住哪儿？齐小姐，您住的是2楼的套房，已经收拾好了。这位呢，是梅姐，另外，东哥在等你。
那样的话，岂不是就看不到你现在的表情了？多可惜呀！行了，说正事。你凭什么让不凡没收我的东西？可能是因为我长时间生存于黑暗，所以我特别理解人为什么会有阴暗面。这种阴暗就像黑洞一样，会迫使人的欲望无限趋近。所以为了避免被阴暗吞噬，我只好未雨绸缪。毕竟你前科累累。这么信不过我，又何必和我合作呢？信任啊，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。既然我让你留在我的身边，这就说明我有信心，能让你心甘情愿地为我所用。友情提示一下，竞标只剩下半个月了。手机没收我可以理解，但电脑没了，你让我怎么干活？目前你什么都不需要干，只需要老老实实的做我的未婚妻就行。那设计方案和标书谁来做？当然是我。哼，行啊，你这么能干，你就一个人都干了呗，我也乐得自在，就当在豪宅度假了。吃穿用度，你有什么需要，就找不凡和梅姐，他们会满足你。放心，我没打算给你省钱。您继续。我帮你捏捏肩吧。小破，悠悠姐在呢。情况如何？还有3天就要竞标了，
晚饭的时候，我探了祁东的口风，标书应该是快做完了。稍等，我看看啊。出来了，标书出来了。梅姐早早睡觉了，不凡这会儿在梦里打游戏呢，不足为惧。那你一定要看清楚密码。祁东这家伙有强迫症，晚上12点必须要洗澡。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一会儿就下手。嗯。神经病，洗澡都不开灯。小破，密码0721。我说数据你来记。来不及了，悠悠姐。浴室的灯开了。这家伙今天怎么洗这么快？没关系，他也得吹头。按照之前的规律，他吹头发只要2分钟。标书里有几百个数据，来得及吗，悠悠姐？没问题，我只要记关键几10个数据就行了。悠悠姐，他从浴室出来了，赶紧躲起来！知道了，别影响我记数据。悠悠姐，悠悠姐，赶紧躲起来！喂，喂，悠悠姐，悠悠姐。你在我的书房里做什么？作为你的未婚妻，星耀未来的女主人，难道我就不能关心一下你的工作进度？标书已经完成了，你大可以放心。现在，出去。该死，还差一点。看你这样子，稳操胜券了吧？那就恭喜你了。夜以继日12天，终于把标书给做完了。是吗？既然是恭喜，礼物呢？我就是啊。我这个礼物
齐总可还满意？不好意思，我是肉食动物，你太素了，早点睡吧。行吧，慰问结束。忘了告诉你，荤腥吃多了，容易消化不良。晚安。小破，幸好悠悠姐早有备手，明天我就通知高珊珊去祁东家门口接应。只要悠悠姐想办法出门，就能把报价单送出去。东哥，我已经把摄像头信号全都给屏蔽了。嗯，那个，有屁快放吧。东哥，我怎么感觉你在这个猫鼠游戏里乐在其中呢？你是不是斗游斗上瘾了呀？陪我喝点儿。啊，好，行。拿瓶儿。不是一直想这个顺水推舟，让游游故意把这个报价单传出去给高珊珊吗？你要不是斗游游的话，你一方面你又让我时刻监视他，你一方面你又让我除掉这些监控，你这不自相矛盾吗？游游聪明，高珊珊多疑。这消息啊，越难传出去，它就越真。Direction. Where is the play without pen? How to make our love certain? Who can answer explain? How my question is okay. You say I need trouble day. All trouble will be taken away. Nothing will be afraid. No, I wanna see
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在竞标会结束之前，不准你踏出这个房子半步。在家待太久了，我现在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你真是想出去透透气，还是说你想借这个机会出去见见别人啊？你这控制欲也太强了吧？那我出去，总不至于半个人影都见不到吧？别说是人影，鬼影你也别想见着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会让不凡24小时紧紧看着你的。行。后天就是招标会了，我必须要想办法把报价单给送出去。只要受了伤，就能出门了。启东，你没事吧？启东，梅姐，梅姐，哎，梅姐来了，帮忙！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刚走开2分钟，去医院。啊，我去备车啊。启东，我们去医院，走。高总，目标出现了，不过祁东好像受伤了，去医院。怎么样了，医生？他这个是轻2度烫伤，还好处理的及时啊，没什么大碍。后期呢，注意清洁卫生，避免感染啦。这个创面可以抹点烧伤膏，能促进愈合。再有就是营养要跟得上啊，辣的不能吃啊。一般情况下，2周左右就可以结痂愈合了。谢谢医生。没事儿。你为什么要保护我？我说过，你是一把好刀，我是不会让一把好刀变钝的。那，你用我这把刀的代价有点大。你知道。东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听梅姐说你被烫伤了，我这火急火燎从公司赶过来。你要植皮的话，就植我的。植皮只能植自己的皮。再说了，我伤的没有那么严重。那就行。不对啊，不是梅姐做饭吗？怎么你被烫伤了呀？还没有缴费开药呢，去吧。东哥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一出苦肉计，着实让人感到意外。还是学妹厉害，
竟将祁东送进了医院。的确很让人意外。祁东皮糙肉厚的，被烫伤倒是没什么大不了。倒是学妹，没有受伤吧？这齐格格还真有点本事啊！看来会展中心项目也是高总的囊中之物了。通知所有人，回公司加班修改竞标方案。这游游对自己太狠了，为了传递情报不惜自残。幸亏东哥你护住他了，要不然他肯定中毒烫伤啊。他为了复仇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烫伤算得了什么？那东哥你干嘛管他呀？你让他烫伤不就完了？如果他中毒烫伤了，谁去给高珊珊传递情报？你去啊？不是，那你这牺牲也太大了。如果我们2个人之中，必须有一个人做出牺牲，我宁愿那个人是我。东哥，你不会喜欢上游游了吧？我这是为了不让事态发展变得严重，你懂什么你？恢复的这么快啊！我才刚走一会儿，你已经可以打人了。所以，我已经可以出院了。哎，不是，东哥，你不多住2天啊？想住你自己住吧。这个要怎么弄啊？我看一下。这儿。哦，对对对，就这个数据。这份价格明显高了。哦，这个可行性更高一些。啊，你们2个先这样。那我们再算一下，你看这个地方。高总，静静，你怎么来了？先散会，散会。你不是说当齐格格是棋子吗？怎么跟祁东争上瘾了？他的位置要争，他的女人也要抢。走走走，快，走走走走走，行，走吧。3年前，你说要养一只加菲，我去宠物店给你选猫。被你误会我和女店员的关系，最后那只猫被你丢了。谢丽，你的康复医生，
我和他见面讨论你的康复状况，被你误会。你大闹康复科医院，这个医生也被停职了。娜娜，你曾经最好的闺蜜，我和她约见在咖啡馆，准备给你一个求婚的惊喜，结果被偷拍。你和你的闺蜜彻底决裂，求婚惊喜也被搞砸了。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晶晶，这些都不是你的错，你是被这张轮椅困住了，才会想东想西，忐忑不安的，对不对？珊珊，珊珊，别生气了，珊珊，要不然我回去之后把保镖都开了。我不拍了，好不好？晶晶，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好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讨好你。我很害怕有一天，你会离开我。那七格格呢？就像照片上其他女人一样，都只是我讨好你的工具。对不起，珊珊，我错了。对，你的确错了。你不知道这些年我为了你，为了我们能更好的在一起，付出了多少努力和牺牲。你只会在家胡思乱想，疑神疑鬼，怀疑自己的未婚夫。你有为我们的未来考虑吗？你有在这次的继承人之争做哪怕丝毫的贡献吗？你知道这次如果输给了祁东，后果会有多严重吗？其实你没有必要去找其他女人的。七哥哥能做的事情，我都可以做。我保证我比他做的更好。你相信我好不好，珊珊？你相信我啊！我当然相信你了，但是需要行动证明我为我们的未来努力了。你也要努力，是不是？徐鹏，你跑不掉。您好，我是花之语的园艺师，负责您家的月季花驱虫。这是我的证件。怎么换人了？我记得之前是个小伙子。啊，没错，他离职回老家结婚了，以后齐先生家由我来负责。请进吧。这边。嗯。月季是一种很容易生虫的花，不同的虫子需要不同的药物。你看，比如这个刺蛾就需要用敌百虫来喷洒，而介壳虫则需要扑湿林可湿性粉剂进行喷洒。齐小姐，
齐总特别喜欢月季，所以一直有请专业的园艺师打理。巧了，我也喜欢月季。去忙吧，梅姐，这儿我看着就行。正好跟专业人士请教一下。啊，那麻烦齐小姐了。悠悠姐，徐鹏找到了，这个家伙好赌，我黑了他境外博彩的账号，查到了 IP 地址，你猜他藏在哪儿？别卖关子。他就藏在被查封的中医馆，真是灯下黑。逃得过初一，逃不过15。像这种毒虫，早晚都是死。你的伤好些了吗？这么关心我？我是担心你下午招标会因为受伤发挥失常，责怪到我头上了。我对我的方案很有信心。怎么？想要到现场一睹为快？我可不去。稳赢的局有什么看头？看来你很喜欢险中求胜。比起毫无悬念的结果，你我都更喜欢出其不意的转折，不是吗？看来我们是越来越合拍了。帮我选条领带吧。就它吧。确实是你的风格。什么风格？花之下。我也真是，非得让我盯着悠悠做饭干什么？
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了。瞧你吓的，我逗你呢。你要干嘛？我想帮你啊。帮我？我这个人向来爱憎分明，只要你交出视频，说出指使你的人，我便既往不咎。什么视频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这样的话，我只能叫警察了。找死！哎呀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瞧瞧你！记性真不好，这不是你前主子惯用的招数吗？我在你的毛巾里加了点料。我这个人不懂针灸，偏偏好奇心很重。你说，我这一针要是扎进你太阳穴里，会不会让你想起点什么？呸！我不信你敢扎我！我说，你先把针拿开，你先拿开。说吧，谁指使你那天偷录视频的？高珊珊。祁东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颠倒黑白？我没骗你，这一切都是他亲手策划的。高珊珊深知副总对安国轩恨之入骨，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项目交给星耀。就凭你每天陪副总跑步，别做梦了。于是他便提出，在继承星耀之后，将10%的股权给副总，而你，便是作为赠品。打包在这笔交易当中，但事实上，高珊珊连这10%的股份都不想给副总，于是他便拿钱砸我，让我偷录下他将侵犯你的视频，以便作为把柄要挟副总。视频在哪儿？我按照高珊珊助理的指示，去停车场与他碰头，交出视频，换回我的尾款。喂，我到了。放心吧，视频只有 U 盘里这一份，绝对没有备份。抢了？就在你跳海的第2天，符号出事之前。臭婊子！当初在餐厅就应该弄死你！你居然没死啊！既然你来了，我猜祁东应该也来了吧？聪明。按这情形，你应该已经拿下会展中心项目。多亏了你，如果不是你和高珊珊暗通款曲，苦心传递报价，我又怎么能在今天的招标大会上大获全胜呢？看来你每一步都已经算好了。如果我算好每一步的话，我就不会让你落入这个人渣手里。够了，祁东。
没事，晕过去了。不必为这种人脏了手。对了，这支钢笔，你的吧？车祸当天捡到的，原本想要还给你，但你小子跟我玩消失啊，所以我只好物尽其用，借花献佛。这个是文文送你的定情信物吧？是，谢谢啊。钢笔可以给你，不过这个定位器，麻烦解释一下。